疫苗其实就是一个模拟考或者一个演习啊，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呢会碰到很多细菌跟病毒，有些细菌病毒其实是非常严重的，感染以后可能就死掉了。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想出疫苗这个方法啊。那这个理由就是，如果有一只细菌或病毒很厉害，可是呢，我如果能够用一个跟它类似的东西来刺激我的免疫反应，使我的免疫系统产生一个免疫反应，那这个免疫反应是有效的。然后呢，等到这只真的细菌或病毒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就不怕它了。就像我们学生先考个模拟考，然后再去正式考试一样，或者我们的军队呢，先一般的汉光演习，演习了好几次以后呢，真的有敌人来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知道该怎么应付它。每一只病毒到身体里面去，第一件事情就先去找到它喜欢的细胞，然后跟细胞表面的受体接触，接触以后，这个病毒进入细胞里面去，在细胞里面繁殖。一只病毒进去可能产生1000只子代病毒，1000只子代病毒再跑出来，再去感染1000个细胞，一直反复这个过程。不过它通常感染到第1个礼拜、第2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的免疫反应就出来杀它了。一个方式呢是产生叫抗体的东西，然后来对抗细菌或病毒表面的蛋白质，把它粘上去以后呢，使得这只细菌病毒无法繁殖。另外一个淋巴球的反应，这个淋巴球是会专门来认识这个病毒或细菌的，然后会把这个病毒或细菌杀掉。疫苗是一个，它是类病毒，它含有一个跟病毒一样的蛋白质。传统就是用病毒或者是用次单位，就是蛋白质。那在工厂里面把它制造成蛋白质或者是病毒给人。那这个创新的呢，就是用核酸或者是用病毒载体。在工厂里面做蛋白质速度会比较慢，我要做蛋白质可能要做好几个月。更新的方式就是我干脆连病毒都不用了，我就把这个基因的 RNA 打到你身体里面去，因为这 RNA 就带基因嘛。我们身体就会根据这个 RNA 呢产生蛋白质，那等于你就直接产生抗原，抗原一出来以后呢，我的免疫系统就可以辨识它。有些疾病是非常难产生疫苗的，比如说艾滋病，我们一直想对艾滋病产生疫苗，可是也做不出来，因为艾滋病病毒突变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跟不上它突变的速度。新冠它的变异速度，它是 RNA 病毒，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变异速度，可是它没有流感那么快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时间太短了。并不是做不出来，而是做出来以后呢，你还得证明它安全有效，这个都需要时间。你的武器已经出来了，可是问题是你的敌人是多厉害。有些病毒一下就解决了，流感有疫苗，可是每年都必须要重打，所以就知道我们要看我们的敌人是属于哪一边，而且这个病毒会不会继续突变下去，很有可能这个病毒会一直变到你可能没几年还是就不一样了，必须重来再做一次疫苗。